老话常讲，阳气足则百病除，阳气弱则全身虚。而一个人的阳气旺不旺，最先藏在腿脚上。你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同样的年纪，有人步履轻盈，精力充沛，整日神采奕奕，有人却双腿发沉，手脚冰凉，稍微走动就疲惫乏力。二者最大的差距就是脚底那一口生命底气，寒从脚起。这句话咱们从小听到大，很多人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脚容易着凉，出门要多穿双袜子。不是的，老祖宗讲的寒从脚起，说的是人身上这股阳气，它的根子就扎在你的脚底板上，脚下的根要是凉了，你全身跟着都要发凉。所以咱们要想养护这点阳气，你得往下看。人身上的火跟你们老家厨房里那口土灶上的火是一个道理。你们想想看，灶堂的口是不是都开在最下面？柴火要从下面添，火苗子要从下面点，底下的火旺了，热气它自己就会往上走，上面那口大铁锅里的水自然就烧开了。你如果把火点在半空中，那不叫烧火，那叫冒烟，对不对？人也是一样，脚底就是咱们人体的灶口，一个人的阳气够不够，你头一个要看的地方绝对不是脸色红不红润，而是脚。如果你常年觉得脚是凉的，哪怕是大夏天，脚底板也冒冷气，这就说明你底下那把火已经非常小了。火一小，你上面再怎么吃补品，再怎么盖厚被子，那都是往一个冷冰冰的灶堂里添干柴，火都没了，添多少柴就灭多少柴，白费功夫。你们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试一试，把手伸进被窝里，摸一摸自己的脚背，再摸一摸自己的手背，要是脚明显比手凉，这就证明灶堂里的火气微弱了。火一弱，气血就推不上来，腿上的肉就得不到滋养，肉就会先松，肉一松，你走路就觉得沉，走得沉，你就慢慢不敢走，不想动，这就是个往下滚的恶性循环。越不敢走，底下的火就越小，火越小，你就越走不动。多少人就是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下去的。你回想一下，你现在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直接拔腿就走，而是要先用手在扶手上撑一下，站直了，还要在原地缓一口气，然后才敢迈步。我告诉你，要有这个动作，说明你底下的火已经在变小了。所以这件事情最要紧的，不是等走不动了再去治，而是在你还走得动的时候，把底下那把火重新给它点起来，天旺起来。怎么点？很简单，就是点脚。这事儿一点都不玄虚。你们要知道，咱们的心脏就相当于一个大泵，把血往全身送，可是血送到了脚底板，它还得爬上来啊。人从脚底到心口这么长的一段路，血要逆着地心引力往上走，光靠心脏那一个泵，它是推不动的。那靠什么？得靠你的小腿肚。小腿肚子上那2块肉就是人身上的第二个泵。你只要一走路，小腿肚一收一放，一收一放，就像是在底下一下一下地往上捏，帮着把血和气往上顶。可是现在的人呢，做的太多了，看电视坐着，打麻将坐着，坐了一天都不动。你这一坐，底下那个泵就停工了，歇着了，血全都积在脚踝那个地方，气也跟着停在下面，死气沉沉的，上不来踮脚。这个动作就是在干一件事，把你那个停掉的第二个泵重新给踩起来。他不要你花钱，也不要你去找个多大的场地，就在你每天刷牙的那几分钟，
在灶上炖着汤，等水开的那一忽儿，站着就能做。咱们讲究过日子，什么法子最管用？能让你不费事，天天坚持下去的法子才叫好法子。外面有些人把一些秘诀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3天治病，5天返老还童。我告诉你们，那都是虚妄。万物的气机流转是有定数的，这天下没有一步登天的事。你做这个动作，不要去求那些虚幻的奇迹，你就老老实实安下心来，连着做满4个礼拜。只要4个礼拜，1周一个样，4周一过，你身上的起色自然就全出来了。那这4个礼拜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起变化的？咱们就先从这头1个礼拜讲起。我认识一个街坊叫陈伯，是个干了几十年的点心师傅。你想想，点心师傅那个行当，一天到晚站在那口热气腾腾的蒸笼前面，一站就是10来个小时。陈伯到了60多岁，2只脚就像灌了铅一样，每天傍晚下工，走在街上腿都挪不动。到了晚上回家，脱下鞋袜，那个袜口在脚踝上勒出的一圈印子，深的就像是一道疤。陈伯的老伴看着心疼，陈伯自己却叹气，说这是命。他说，我这辈子站档口赚辛苦钱，老了腿脚不好，这是因果，我得受着。你们看看，很多人是不是都像陈伯这样想，觉得老了受罪是天命，是造业？我跟你们讲，佛法讲得很清楚，因果不是让你去认命的，因果是让你去转命的。你常年久坐久站，小腿那个泵停了，底下的火灭了，这是你的因，腿沉水肿，这是你的果。你现在只要换一个因，去把火点起来，那个果马上就能跟着转。后来陈伯听人劝，开始试着点脚，他不贪多，就在每天等第一笼点心蒸熟的那10分钟里，扶着案板，脚跟提起来，再放下，提起来，再放下，就这么做了头1个礼拜。有一天晚上，陈伯洗脚的时候，老伴惊叫了一声，陈伯低头一看，脚踝上那圈深的像疤一样的袜印，居然浅了一大半。陈伯自己伸手去摸了摸小腿肚子，嘿，里面竟然有一股温热的感觉，不再是以前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死肉了。第2天早上出门，他忽然觉得腿没那么沉了，抬脚过门槛的时候甚至有那么一丝轻巧。陈伯这才恍然大悟，这是自己把底下的灶火给熄了这么多年，现在这把火终于又被他自己给升起来了。所以诸位啊，这头1个礼拜你不要去奢求什么返老还童的奇迹。阳气这种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只要这股气机一动，你身上最先知道的就是你的腿，腿离底下的火最近，它是最诚实的地方。这第1个礼拜里，你只要点了，当天就能摸得着变化，你能感觉到脚底板有一点点温润的热气在往上走，你站久了，那种双腿灌铅的死沉感会慢慢松快下来。最直观的就是你晚上脱袜子的时候，去看看那个袜印是不是比以前浅了。只要这3样里占了一样，你自己心里就要明白，火已经点着了。但是你们要晓得，头1个礼拜腿有了知觉，变得轻快了，这仅仅是灶堂里的火刚刚升起来。到了第2个礼拜，很多人会发现，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腿也不发热了，也没有更轻快，好像不管用了。我告诉你们，到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停，火虽然在底下烧起来了，可是要把这股暖气送到全身上下，还得有一条顺畅的路。你想想看，咱们老家烧土灶，底下火升起来了，如果上面的烟囱是堵着的，会怎么样？那个火烧得再旺，
屋子里也暖和不起来，全是一股子呛人的浓烟，连人都待不住，对不对？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你头一个礼拜踮脚，把脚底下那把火给提起来了，可是你在这世上活了60、70年，做了几十年的办公室，看了几十年的电视，从你的脚底板到小腿再到腰，这条气脉的路早就淤塞住了，火是起来了，但是路不通。这第2个礼拜的7天，你觉得什么感觉都没有，其实身体正在默默地干一件大事，通烟囱。你们要晓得，通路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声不响的。第1周你腿轻了，尝到了甜头，第2周一看没动静了，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犯了疑心病，觉得哎呀，这个法子是不是不管用了，于是就放弃了。我告诉你们，你要是在这7天停了，那你前面那个礼拜流的汗就全白费了，没感觉才是正常的。别停，只要你咬牙做下去，路一通，后头的大变化才会来。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看明白了。咱们上了年纪，常常有个毛病，去超市排队买单，或者在路边等公交车，只要站上那么几分钟，眼睛就不自觉地四处说摸，想找个柱子靠一下，找个台阶坐一下，自己站不住，觉得身子发飘。很多人一碰到这个情况就长吁短叹，说哎，老了，腿上没劲了。可是你想想看，你真的是腿上没力气吗？你去公园里看看那些打太极拳练了几十年功夫的老先生，人家70、80岁了，腿上未必有多少肉，看着干瘦干瘦的，可是人家往那里一站，2脚一分，就像一棵100年的老松树扎在岩石里一样，纹丝不动，不管旁边怎么刮风，人家不摇不晃。这里头差的是力气吗？根本不是，差的是你身上的这股气落没落地。老话讲得好，气浮则身摇，气沉则身稳。人身上的气如果总是浮在胸口，浮在头上，你整个人就是虚的，飘的，就像一个头重脚轻的葫芦，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你就站不住。而那些练家子，他们站得稳，不是因为腿肚子上有横肉，而是因为他们把从脚到腰的这条烟囱给打通了，气一顺着路沉到了脚底板，人就像一棵树扎下了深深的根。风能吹得动树叶，它吹得动树根吗？当年太极宗师张三丰在武当山的时候，门下有很多练武的人，练武嘛，刚开始都是外家拳，讲究力气。有个年轻后生，心气极高，为了练下盘的稳定性，天天在小腿上绑着几十斤重的铁沙袋走路，扎马步，几年练下来，那小腿粗壮的像2根石柱子，满腿的横肉。这后生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走路都带着风，踩在地上砰砰直响。有一天，他看见张三丰在院子里站桩。张宗师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仙风道骨的，穿着宽松的长袍，看着清瘦极了，腿上连几两肉都看不出来。这后生心里就不服气，暗想，你这老头瘦得像根竹竿，能有多稳？我这练了几年的铁腿功，撞你一下你还不得飞出去？这后生也是胆大，趁着张三丰闭目养神，他卯足了浑身的力气，一个箭步冲上去，肩膀对准张三丰就狠狠撞了过去。你们猜怎么着？这后生感觉自己就像撞上了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又像撞上了一座大山，所有的力气砸过去，泥牛入海，全没了声息。张三丰连眼睛都没睁，身子微微往旁边一让，顺势这么一送，那后生连惊呼都来不及，直接整个人腾空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几丈外的大青石上，跌了个七荤八素，
后生爬起来，满脸的惊恐，大喊：你这是用了什么妖法？张三丰笑着睁开眼，走过去把他扶起来，说了4个字：其根在脚。张宗师看着这后生粗壮的小腿，摇摇头说：你呀，把所有的功夫都下在了死肉上。你以为腿上肉多，力气大，人就站得稳，可是你每天憋着一口气练功，那股气全浮在胸口和头顶，你这叫头重脚轻根底浅。我站在这里，腿上虽然没几两肉，可是我身上的气脉是通的，气顺着通道全沉在了脚底下，我的根扎在大地里。你拿死力气去撞一座山，怎么能不飞出去呢？这一下后生才是真正顿悟了，力气长在肉上跟气落没落地完全是两码事，不修内气，只练死肉，终究是一场空。所以诸位啊，这第2个礼拜你不要去留意你的腿有没有长力气，你要留意什么？留意你在等车排队的时候是不是没那么心慌了，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眼睛四处找墙壁去靠了。只要你站得安稳了，那就是你的气顺着路落到了地里。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很多人害怕的，就是好端端的走在路上，突然之间脚底下一软，非得赶紧伸手扶一把旁边的树或者栏杆才能稳住心神。很多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吓坏了，以为自己脑子出了毛病，或者骨头出了大问题，整天提心吊胆往最坏处想。其实除了真的有基础大病要去医院看之外，大多数时候那种发飘的那一下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是你身上的气一时半会儿接不上了。气在人身上是活的，它要一圈一圈的转，从脚底板起来，顺着经络往上走，走到头顶，然后再往下回，重新落回脚底。如果这条路是通畅的，气转得很顺，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这屋子里的空气在流通，你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如果你身上的烟囱有些地方堵住了，特别是在腿上这一段堵住了，因为腿离心口最远，最容易积攒那些陈年垃圾，这股气走到这里突然卡住了，过不去，卡住的那一瞬间气血接不上，你就会发虚发飘。这第2个礼拜你天天坚持踮脚，就是在一点点地疏通这些卡住的关窍。等你做满这7天，如果哪天你发现那种走着走着突然腿软发飘的次数变少了，甚至没有了，你千万别以为这是碰巧，这是因为你身上的路在通，气血转圆满了。等到这条路一通，脚底下的火就能毫无阻碍地烧上去。到了第3个礼拜，你再去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你的小腿怎么看着好像细了一点，可是我得先给你们提个醒，它细掉的那一部分根本就不是肉。那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们，那是水。很多人摸摸自己的小腿，觉得又粗又硬，就叹气，说自己老了发福了，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走路走多了，长了满腿的粗肉。你们要晓得，肉这个东西它不会在1天之内凭空长出来，也不会在1天之内突然消下去。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自己的腿，是不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看着还挺匀称，到了晚上临睡觉前就胀大了一圈，做了一整天之后比走了1天还要粗，能在这个1天12个时辰里忽大忽小，多起来又少下去的，天地间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水。所以你腿上看着粗壮的那一部分，多半不是什么死肉，而是排不出去的阴水。这个道理很简单，水有一个天性，就是跟着地心引力往下走。你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
只要人是直立的，这身上的水就会顺着经络一点一点往最低的地方积聚。你年轻的时候，脚底板那个灶口的火烧得很旺，小腿肚那个泵也踩得勤快，底下气积足，这些水积下来多少，身体自己就能推走多少，把它化成汗，化成气排出去了。可是人上了年纪，底下的火小了，泵也停了，这推不走的水就只能死死地留在你的脚踝和小腿上，这死水留在那里一天算一天，留了10年就成了你以为的我腿本来就这么粗，其实根本不是你本来就粗，而是那滩死水在底下待了太久了。很多人为了对付这双粗腿，想尽了办法，有的去天天揉捏，有的用布条去绑，还有的女性朋友甚至去饿肚子，想把腿给瘦下来。诸位啊，这都是在跟水较劲，方向搞反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你看待一个事物的透过表象看本质。老祖宗有一句至理名言，叫阳化气，阴成形。这6个字就是这第3个礼拜咱们身体里发生的变化的根本。什么叫阳化气，阴成形？就是说你身上的阳气只要一弱，那些走不掉的湿气，寒气浊水就会积聚在一起，慢慢变成有形状的东西，积在腿上，你看着就是肿胀；积在肚子上就是一坨下坠的肥肉；积在脸上就是那种虚虚的浮肿。你看很多人一上年纪，整个人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虚虚的大了一圈，那根本不是吃胖的，那是底下的火不够，化不动身上的水了。反过来，只要你阳气一足，这些成了形的阴水浊气自己就会散掉化掉。这就好比院子里堆着的一堆湿柴，这柴火淋了雨，湿漉漉的，你怎么用手去拧，能把它拧干吗？你用毛巾去擦，能擦干吗？都不行。可是只要你把灶堂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把这块湿柴扔进去，或者放在灶台旁边烤着，你对这块柴做了什么特殊的动作吗？没有，你只是把火弄大了，火一旺，热气一蒸腾，柴里头的水分自己就干了。人身上这点水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天天做踮脚这个动作，不是在想方设法把水挤出去，你只是在脚底板把那把火给重新添旺了。火气顺着第2周打通的烟囱往上一走，小腿上的阴水遇到了阳气，就像湿柴遇到了灶火，它自己就化开了，散掉了。这就是为什么踮脚不用你去费力气减肥，你只管生活，剩下的事情身体的这股气机会自己去办。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你要想验证太容易了。这第3个礼拜你就在自己家里用3个生活里的老习惯去对一对，立马就能知道这把火把水化了没有。头一样，你怎么分清自己腿上到底是肉还是水？你现在就可以试弯下腰，在你小腿前面那根硬邦邦的骨头旁边，用大拇指用力按下去，如果按下去一个坑，你手松开，过了半天那个坑还没平复，凹进去回不来，不用怀疑，那就是水。如果按下去手一松，那块地方砰的一下马上弹回来了，那才是结实的肉。到了第3个礼拜，你再按按看，以前那个半天回不来的坑，现在是不是弹得快多了？这就是湿柴里的水被烤干了。第2样，去看看你常穿的那双鞋，你想想看，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体会？早上刚起床的时候，穿上那双鞋出门，觉得舒舒服服，正正好好。可是到了傍晚，逛完菜市场或者在公园坐了一天要回家的时候，忽然觉得那双鞋紧得勒脚。这不是你的鞋变小了，是你脚上的阴水在傍晚积到了最高峰，
等这第3个礼拜的功夫做完，你再去穿那双鞋，你会发现到了傍晚，它居然一整天都不挤脚了，水化了，脚自然就清爽了。第3样最要紧，也是很多人最苦恼的，就是早上下床的第一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早上醒来，坐在床沿上，脚刚一沾地，那个脚后跟和脚踝僵硬的像生了锈的铁锁，不敢直接把整个身子的重量踩实，非得用手撑着床沿，在原地一瘸一拐地缓上10几秒钟，那股僵硬的痛劲儿过去了，才敢迈步去上厕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脚踝这个关节一天到晚被鞋子紧紧裹着，被身体的重量死死压着，它平时极少有机会能完整的活动一下。你们要晓得，关节里面养着的那点滑润的水，它不是靠血管直接送进去的，它是靠关节一挤一放的动作，像海绵吸水一样吸进去的。你不让它动，它就干瘪了，一晚上不活动，早上自然就僵硬。你这3个礼拜每天站着踮脚一上一下，其实正好是让你这个脚踝关节每天完完整整痛痛快快地走了一个极致的屈伸来回，海绵被捏扁了，再松开，养关节的那点鲜活的水终于被重新挤了进去。所以到了这个礼拜，你早上再下床试试看，你会惊喜地发现，那第一脚踩下去，居然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苦苦地缓那一下了，直接就能稳稳地踩实了。说到这里，我还得替有些女性朋友破除一个心魔。很多女人家一听见要练腿，要踮脚，头摇得像拨浪鼓，说哎呦，人家说踮脚会把小腿练出难看的肌肉块，越练越粗，我可不干。这句话不仅错了，而且是错的离谱。真要把小腿练出那种粗壮的死肌肉，你得扛着几十斤重的杠铃，使出吃奶的猛劲，练上好几年，把肌肉纤维练撕裂了再长，那是另外一种极其消耗气血的练法。而咱们在这静静地站着，扶着桌子轻轻地踮脚，使的是什么劲？使的是一种绵长的舒缓的内劲。这种劲练出来的是你腿上耐得住疲劳的那一层紧实的肉，这层肉长出来，你的小腿线条是流畅的紧绷的，绝对不会是鼓突突的一大块。咱们前面也说了，你小腿上看着粗的那一部分本来就是积存的阴水，你现在通过踮脚生火把水给化掉了，同时又把底下的软肉练紧实了，一正一反交替下来，你的小腿看着反而会比以前还要细润，还要清爽。所以这件事情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踏踏实实去做。它动的是水，是气机，绝对不是让你去长一堆无用的横肉。诸位啊，这短短的3个礼拜过去，你的腿经历了从发热变轻，到扎根站稳，再到如今的褪去阴水，清爽灵活，腿上的这3步大关算是结结实实的闯过来了。可是只要你坚持到了第4个礼拜，你会猛然惊觉发生改变的，已经不仅仅是这双腿了，而接下来的这一段变化是最玄妙，最不好用言语去描述的，因为他说不出具体是哪儿变了，你只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咦，我整个人怎么好像不那么沉了，这种不沉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那句千古名言，阳气足则百病无。很多人把这句话听差了，以为阳气是一包包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觉得只要阳气足了，什么病都能治好。不是这个意思。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们想想看，一间屋子，如果天天有大太阳，有日头照进来，里面暖烘烘亮堂堂的，
这屋子角落里能长出霉菌来吗？根本长不出来，对不对？可是如果这间屋子背着阴，潮湿了半年，连个太阳影子都见不到，墙角长满了绿毛和黑霉，这个时候你拿抹布去擦，哪怕你今天擦得干干净净，明天它照样长出来。为什么？因为屋子里的环境是阴冷潮湿的，它就是长霉的温床。人身上的毛病就像是这屋子里的霉菌，阳气足则百病无。讲的不是等长了霉再用阳气去擦洗，而是说只要你身体里这轮日头高高的挂着，天天照耀着五脏六腑，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它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环境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讲去医院找大夫看病，那是去擦墙上的霉，咱们自己在家天天练这套功夫养阳气，那是去开窗户让心里的身上的日头照进来。咱们上了年纪，身体这部机器用了几十年了，再去天天跟那些已经长出来的病痛较劲，去救火越来越难。可是如果你能在日常坐卧里不让这火烧起来，不让这霉长出来，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当然了，咱们这话得说明白，该看大夫还是要看大夫，管的是已经长出来的霉，你自己要管的是别让它再接着长。那你怎么知道这把火这轮日头是不是真的照到了全身呢？佛法讲得很清楚，凡事皆有显象，阳气足不足不用去把脉，你自己每天就能测准。测什么？就看你下午2点到4点那一段，一天12个时辰，天地间的阳气是有起落的。早上从底下升起来，到了中午太阳当空，阳气最盛，一过正午，这股气就开始慢慢往回收了。这是天地运行的规矩，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可是你们要晓得，这里头的差别就在于这个阳气收的是早还是晚。你看看周围同岁数的老朋友，有的人到了下午3、4点钟，照样能在公园里精神抖擞地跟人下棋聊天。可有的人呢，午饭一过，只要一到2、3点钟，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完全塌下去了，眼睛酸涩的睁不开，话也不想说，坐在椅子上就想找个靠枕瘫着。很多人碰到这个情况就安慰自己，昨天没睡好，或者说到底是不服老不行了，年纪到了，我告诉你们，没睡好那是偶尔1、2天的事，年纪到了那是大家一样的。凭什么别人不犯困，你就困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差的就是你底下那把火能不能烧得住一整天。阳气足的人，那把火烧得旺，烧得长远，过了中午他还能撑着你走一大段路，直到傍晚太阳落山，他才慢慢收回去。阳气不够的人，底下本来就是个小火苗，到了中午就烧光了，一到下午2、3点，火一断，人就像断崖一样垮了。所以这第4个礼拜，你不要去盯着腿看了，你就问问自己，下午2点到4点这段时间，你是不是能撑得住了？是不是没那么想找地方瘫着了？如果这段时间你精神头足了，那就说明前3个礼拜你在脚底升起来的火，终于顺着通了的路烧到了头顶，这轮日头照遍全身了。我认识一位老郑，老郑今年快70了，住在一栋老式的2层楼房里。他这几年总觉得身子骨特别沉，像穿了一件吸满水的厚棉袄。去医院左查右查，大夫就说没病，回去好好休养。可是没病归没病，老郑就是觉得活着没精神。最让他犯愁的就是家里的楼梯，每天晚上要上2楼睡觉，那10几级台阶简直就是一道鬼门关。每次上楼走到中间那个拐角的平台上，他非得停下来，双手扶着膝盖，
大口大口地喘上几口粗气，缓一缓，才敢接着往上爬。因为这事他跟老伴商量了好几次，说干脆把这房子卖了，去换个1楼的扁平公寓吧。后来他听了劝，开始每天踏踏实实地做10分钟的踮脚，一天一天地做，腿发热了，站稳了，按着小腿也不出坑了。等做到快满1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小孙子在他家2楼午睡，老郑正在楼下客厅看报纸，突然听见楼上哇的一声，孙子嚎啕大哭，估计是做噩梦吓着了。老郑一听，脑子一热，扔下报纸，3步并作2步，冲到楼梯口，噔噔噔连着2步跨一个台阶，直接冲上了2楼卧室，把孙子抱在怀里哄。等孙子不哭了，睡踏实了，老郑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准备下楼。刚走到楼梯一半那个拐角平台上，他突然像被人施了定身法一样，整个人愣在当场。他猛地反应过来，刚才听到哭声上楼的时候，我居然是一口气冲上来的，我没有在这个平台上歇脚喘气，而且不仅没喘气，我现在站在这里竟然觉得身轻如燕，连大口呼吸都不需要。后来他在院子里碰到老街坊，街坊问他，老郑，最近看你气色不错，你是吃了什么仙丹，哪儿治好了？老郑张着嘴愣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你说我膝盖好了吗？也不是。说我腰好了吗？好像也没啥特别的，说不上哪儿变了，可就是不一样了。以前我出门脑子里先算计好哪里有长椅可以坐，现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那个找椅子的念头了。诸位啊，这就是阳气回到全身的最高境界，它没有具体的形状，你指不出是身上哪一块肌肉变强壮了。可是当脚底下那把火真正烧透了全身，路通了，水化了，气顺了，你会发现你以前那些因为气血淤堵而产生的沉重感、无力感，像冰雪消融一样不见了。你的脚在走路的时候是自然而然往前送的，而不是像拖着2块铅板一样往前拖的。你整个人不再是自己身体的负担，因为讲得清的那都是局部的血肉，讲不清的才是这浑身上下一气贯通的整体。1个月满打满算4个礼拜，你们跟着做下来，腿轻了，气沉了，水化了，身子也不沉了。这些好处只要你做了，全是真的，全是你的。但是话讲到这里，老头子，我必须要给你们泼一盆冷水。你们这1个月天天坚持在做的这个踮脚，其实根本还不是老祖宗当年留下的那套完整动作，你们出了10分的力气，可只做了前半截的活。那最要紧的，关乎着这股气能不能彻底在你体内扎下根的后半截，很多人却偏偏漏掉了。漏掉了什么？就是那个颠字。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揭开这个传了几百年却很少有人真懂的大秘密。你们要晓得，老祖宗留下来一套非常有名的养生功夫，叫做8段锦。这8段锦一共8个动作，你们要是练过的就知道，前面7个动作都是在拉伸，在拔高，在转动，对不对？可是偏偏这最后一式，它的名字起得非常重，叫背后七颠百病消。你看前面7个动作，拉筋活血，调理五脏，都没敢用百病消这3个字，凭什么唯独最后这一个看着最不起眼的动作就是站直了，脚跟提起来，再轻轻落下去，连做7下，他就敢叫百病消。我告诉你们，中华文化里的用词从来不是随便起的，老祖宗把整套功夫的最后收尾全压在这一下落上，
说明它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它是用来收口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前面10分钟你踮脚把脚跟提起来，底下的阳气确实是从脚底板那个灶口往上提了，可是提上来的这股气，它是浮在半空中的，浮着的东西它留不住啊。你今天出了汗，做得很卖力，把气提上去了，可是你不让它落回去扎根，明天它顺着毛孔，顺着你的呼吸，不知不觉又全散出去了。这就像什么？就像你拿个木桶在一口深井里打水，你哼哧哼哧出了半天的力，好不容易把一桶水提到了半空，突然你松了手，水桶吧嗒一下又掉回了井底，你出了10分的力气，累得满头大汗，最后看看手里那个桶，它是空的呀。很多老朋友就是吃了这个亏，天天在公园里踮脚，踮了半年、1年，人家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摇摇头，说不出到底哪好，总觉得那种不沉的轻快劲儿留不到第2天。为什么？因为他只做了前半截的活，少了最后那一下颠提上来的气没能归位。我给你们讲一段古人练功的真事。在宋代的时候，有很多修道养生的人，那时候大家练气摸不着门道，只知道一味的往上提，很多人天天在院子里拉伸骨节，拼命把气息往头顶引。很多人练着练着，觉得自己每天满面红光，觉得气血冲到脑门上就是练出功夫了。结果呢，出大祸了。过了不到半年，这批人不仅没有延年益寿，反而经常头晕脑胀，走路整个人像是踩在棉花上，上冲下倾，到了晚上睡不着觉，莫名其妙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一点火星就炸，有的人甚至毫无征兆的开始生病。当时很多人吓坏了，哀嚎一片，以为是走火入魔了，甚至有人大骂老祖宗传下来的功法是骗人的，是害人的邪术。后来真正懂气脉的大德高人站出来了，看到这些人的惨状，高人摇头叹息，把他们全叫到跟前，点破了天机。高人说，你们这群糊涂人啊，只知道生火，不知道收工，你们拼了命把灶堂里的火全引到了屋顶上，这叫虚火上炎，气出去了不回家，人当然就虚透了。火烧在屋顶上，能不把房子点着了吗？为了救人，也是为了把规矩立下来。大德高人们在整理功法的时候，郑重其事的在所有动作的最后，硬是加上了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双脚并拢，脚跟提起，再轻轻落地，这就叫引火归元，把冲到半空、冲到头顶的火重新给正回丹田，正回脚底下去。就因为这一落，救了无数人的命，所以前7世都不敢夸口，唯独这最后一世，独享了百病消这3个大字，成败全在最后这一下。既然这一下这么要紧，那到底该怎么颠？你们要晓得，这最后一下最容易做错的地方，恰恰就是你们太想使劲了。很多人一听要往下震，好嘛，提起来之后，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地上一砸，咚的一声，震得地板都在颤。我告诉你们，全错了。你用力往下蹬，那一股反冲的使力全被你的脚后跟和膝盖给死死挡住了，全卡在了关节上，里头的经络和五脏一点都没震到，你的膝盖骨倒先受了伤。老祖宗的规矩写得明明白白，轻轻放下，切忌用力。你想想看，这就像咱们老家用的那个簸箕，你们年轻的时候或者看家里长辈筛米一定见过，你想把米里面的沙子和鳖骨子给分出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双手端着簸箕，
轻轻的那么一颠，这一颠，身子是松弛的，手腕是柔的，米在里面轻轻一晃，那沉重的沙子自己就乖乖漏到底下去了。如果你端着簸箕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下一砸，结果是什么？米和沙子一起飞了出去，弄得满地都是，什么也没分开，反而砸了一手的泡。你这个脚跟落地，就是端着簸箕筛米，脚跟离地不用高，1-2寸就足够了。落下来的时候，身子必须是松松垮垮的，不用一丝一毫的力气，就是让身体的重量带着脚跟，自然而然的啪嗒一下掉在地上，就这么松松的放下去。你仔细去体会，那个震动的劲儿是能穿透的，它绝对不会卡在你的膝盖上，它是顺着脚跟，沿着小腿、大腿，漫过你的腰，一路顺着脊梁骨，微微的荡漾到你的头顶，这一路通透到底。你刚才10分钟提在半空中的那口福气，顺着这一震，直接落回了脚底板，它回家了，它在你身上扎根了。那有的人又要问了，为啥偏偏是连做7下呢？做3下行不行？或者做10下、20下行不行？你们要晓得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凡是给出个准数的，都不是随口瞎编的。7这个数字，最要紧的不是它本身有多神奇，而是它给你划了一条保命的底线。人做事最大的毛病就是容易走2个极端，要么毫无耐心，做2下觉得没意思不做了，要么觉得这东西好就贪多拼命做，越做越猛。老祖宗定个7下，就是替你把这2头的祸端都给挡住了。7下刚好是一个做到了位，但绝不让你做过头的临界点。你如果只做2-3下，那口气震得不够透，没完全落到底，等于半途而废。你要是贪心，一口气颠上20-30下，你的脚后跟和跟腱就受不了那个反复的震荡，不出3天必然发炎受伤。你非要问我做7下和8下能有多大差别？其实身体上的差别没多大，可是心里有这个分寸，有这个规矩和没这个规矩，那差的可就太远了。所以啊，以后你们每天做完那10分钟的踮脚，觉得腿热了，身子轻了，千万别拍拍手就去干别的了，一定要在最后把身子站直了，脚跟提起来，再松松的轻轻的放下去，连着做7下，记住了，是放下去，不是蹬下去，少了这最后一步收尾，前面的功夫全顺着汗毛孔散了，加上这一步，这把火才算是真真正正落进了灶堂里。话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估计已经迫不及待，脑子里想着那股气机回流的美妙感觉，想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试一试这带劲的10分钟和最后这神奇的7下了。先别急，坐稳当了。我告诉你们，天地间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没有哪一种法子能包治百病，也没有哪一种法子适合全天下所有的人。你们要晓得，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那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害人的。所以以下我说的这6种人，千万别看了人家做着好，自己就头脑一热盲目跟着做。你要做必须先去问过大夫，大夫点头了你才能动。头一种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容易有的毛病，骨头变脆了，也就是大夫常说的骨质疏松。你想想看，你骨头里头都空了，像一块脆朽的老木头，这个时候你踮起脚跟再往下落，哪怕你放得再轻，脚掌骨头受的力气也是会成倍加大的。一震，骨头要是受不住，有了裂缝，那就是大麻烦。第二种是脚踝受过伤，或者脚后跟那根大筋有过毛病的人，比如你年轻时候扭伤过，或者跟腱发过炎，甚至断过，
这叫救急。救急的地方气血本来就不通畅，你再去拉扯它震荡它，很容易把旧病重新给勾出来。第三种是心脏有严重毛病的人，有很多老朋友心脏不好，有心衰或者心绞痛，平时稍微走快2步就喘不上气。你们要晓得，这虽然看着是个站在原地不怎么花力气的轻巧动作，但它是在调动你全身的气血大循环，气血猛地一往上冲，你那个虚弱的心脏泵如果受不住，是会出危险的。这种人哪怕是散步，都必须在医生和家人的看着下进行，绝不能自己关在屋子里瞎练。第四种是得了糖尿病，而且脚底板已经开始感觉迟钝发麻的人，这种人最怕什么？最怕脚底下受了压迫，破了皮，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踮脚震动，万一脚底受了伤，你自己不知道，很快就会溃烂。所以这部分老朋友做之前做之后都得让家里人帮忙看一看脚底板，千万不能大意。第五种是孕妇，女人肚子里怀着胎儿，全身的气机都在养那个孩子，这个时候随便去震动脚跟，那叫动了地气，容易惊动胎气。虽说不是绝对不能动，但这必须得问过大产科的大夫，千万不能自己随便试。最后第六种是脚底板那根筋正在发炎的人，也就是常常说的足底筋膜炎。你早上下床踩地都像踩在图钉上一样疼，这个时候你还去拉伸它震它，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其实关于这一条，几百年前老祖宗在传八段锦那最后一式的时候就单独提出来过，说有足底脚跟作痛的，且先避开这一式。你看古人的智慧早就把这些都算到了。除了这6种人要特别小心，我还要给所有能做的老朋友们立下第一等严厉的规矩，一条不可逾越的铁律。你们在做的过程中，小腿肚子发酸发胀，那是气血在往上走，那是好现象。可是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脚后跟底下或者是小腿前面那根迎面骨上传来一种非常尖锐的像针扎一样的定点的疼，我告诉你们，立刻停下，马上收脚，绝不能咬牙硬撑。硬撑就是执念，就是造业。尖锐的疼，那是身体在向你报警，告诉你里头卡住了或者撑不住了。咱们养生是为了求个平安，绝不能把身子当成了仇人去较劲，把这几条保命的忌讳记在心里了。咱们再来讲讲这10分钟的踮脚，加上最后那7下至关重要的踮，到底该怎么完完整整稳稳当当的做下来。这8步做法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行了。第一步，千万别光着脚在硬邦邦的瓷砖或者水泥地板上做，一定要穿一双稍微有点支撑的鞋，一双舒坦的布鞋或者软底的运动鞋都可以。如果在家里不想穿鞋，那你就在脚底下垫一块瑜伽垫或者厚实一点的地毯。肉身是需要呵护的，别让脚跟直接去硬碰硬。第二步，凡事讲个循序渐进，你不要一听这法子好，第一天上来就咬着牙搞满10分钟，第二天腿疼得下不了床就不做了。从3-5分钟起步，给你的小腿肚子和脚后跟那根大筋一个适应的时间，让它慢慢苏醒，做个1个礼拜觉得顺畅了，再慢慢往上加时间。第3步，站直。你要是身子歪着背驼着，你那个烟囱就是弯的，气怎么上得来？如果年纪大了，心里头不稳当，怕自己晃悠，那就在身前放一把椅子，双手扶着椅背或者扶着桌子边沿，借助外力站稳，这不丢人，能站得安稳才是最重要的。第4步，身子直了，慢慢把脚后跟提起来，
把全身的重量轻轻地移到你前脚掌的那个肉垫上，在最高处稍微停顿那么一瞬间，感受一下小腿肚子的紧绷，然后再慢慢的缓缓地放下来，一起一落，这就叫一次。第5步，这过程中千万不要憋气，很多人一用力就不自觉地屏住呼吸，这叫死气。你要让呼吸匀称着来，自然的出气吸气，让心平气和的去引导这个动作。第6步，时间怎么算？每天凑够10分钟就行。佛法讲随缘，不要执着于非得一次性做完。你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原地做个3分钟，中午在厨房灶台上炖着排骨汤，等水开的时候扶着琉璃台做个3分钟，晚上看电视，中间插播广告了，你站起来扶着沙发做个4分钟，一天分几回，凑满10分钟，它一样算数，一样管用。第7步，也就是咱们这套动作最核心的收口，这10分钟凑够了，好，停下来，双手自然下垂，身子站得直直的，脚后跟重新提起来，离地1-2寸，然后身子一松，不用一丝力气，让脚跟轻轻地放下去，砸在地上，一连做7下。我再啰嗦一遍，是放下去，绝不是用力蹬下去。第8步，一切做完，弯下腰，用手去摸一摸自己的小腿肚子，去感受一下里头那股温热的生气，这股气在不在，热不热，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咯噔一下，会问，我之前不知道有这最后一步，我已经傻傻的点了好几个月了，这气是不是全散没了？我这功夫是不是全白费了？要不要从头再来啊？不要懊恼，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从你听到老头子我讲的这句话开始，每次你踮完脚，老老实实补上那7下收口的动作就行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还有人问，我往下颠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做对了放还是做错了蹬呢？这个太容易验了，你把双手掐在自己的腰上，做一次落地。如果落地的那一瞬间，你感觉那股微微震荡的波纹顺着腿传到了你的腰上，甚至传到了后脑勺，整个人像水波一样荡漾了一下，那是对的。如果你脚一落地，只觉得脚后跟被狠狠撞了一下，或者2个膝盖骨被怼得生疼，腰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是你在使蛮力往下蹬了。一定要记住，松着落，气才能往上通。那如果遇到哪天家里有事，忙忘了，没做怎么办？千万别觉得亏欠了什么，第2天拼了老命做20分钟去补回来。规矩比数量重要，细水长流比暴雨狂风管用，漏了1天就漏了，顺其自然，第2天照常做10分钟加7下就行。最后我还要给你们破除2个流传最广的迷信说法。第一个迷信说这东西肯定是做的时间越长越好，越使劲效果越好，错，大错特错，凡事过犹不及。这件事靠的是你雷打不动的天天坚持，用的是绵长的阴柔之境，每天10分钟，那是春风化雨。你1个月里哪天兴致来了，猛做一回，一口气做个1个钟头，那是狂风暴雨，拔苗助长，不但不管用，反而极度安全隐患，容易伤筋动骨。第2个迷信，外面很多人吹嘘说踮脚能治好严重的静脉曲张，让那些像蚯蚓一样凸出来的青筋消下去。我告诉你们，不要去信这种神话。如果你只是轻微的腿部血液回流不畅，有点发胀，踮脚确实能帮着缓解一下。但如果你的静脉曲张已经完全形成了，血管都已经像疙瘩一样突出在皮肤表面了，
靠点脚是绝对治不了的。那些中重度的静脉曲张，必须老老实实去医院看大夫。你要是盲目的使劲踮脚，不仅化解不了失血，反而会加重血管的负担。这千万不能开玩笑。这件事说到底，千言万语就汇成老祖宗的一句话，你们在脑子里就想着那个土灶台，这10分钟的踮脚，就是你从最底下的灶口里一根一根的往里添柴火，把这把火给点旺，火光照亮全身。但这还不算完，最后那7下就是你要亲眼看着震着，让这些腾起来的火星子热气稳稳当当地落回到灶膛的最深处去，把脚下的这把火添起来，再让它落回去。能做到这一步，你才算是把咱们这养护阳气的精髓给真正学到手了。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后面就容易忘了前面，没关系，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个道理。其实总归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阳气生于足。人的脚底板就是你身上的大灶口，你身上的火只能从下面点起来，绝对不能在半空中冒烟。你们跟着做，头1个礼拜，你的脚底会发热，腿会变轻，晚上脱鞋的时候那个深陷的袜印会变浅，这就是火点着了，当天就能摸得着变化。到了第2个礼拜，你发现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好像没用了。我告诉你们，千万别停，这7天是在给你身体里淤塞的烟囱通路，路通了，气落了地，你站着才不会觉得身子飘。第3个礼拜，你去照镜子，发现腿看着细了，清爽了。记住了，细掉的那部分根本不是你减掉的肉，那是你身上的阴水，阳气一足，阴水自己就化开了，就像灶火烤干了食材。等坚持到了第4个礼拜，你可能说不上来具体是膝盖好了还是腰好了，但你整个人就是觉得不沉了。尤其是到了下午2、3点钟，别人都在犯困打哈欠，你却依然精神抖擞，那是你身上的这轮日头终于照遍了全身。但是这所有的功夫，最要紧的就是最后收尾的那一下。你们要晓得，踮脚是抬，踮脚是落，你只要提起来的气，那都是浮在半空中的，只有落下那一下，才能让这股气真正归位，扎根只抬不落，就等于你出了大力气把井水提到半空，手一松又全倒回井里了，你出了满身汗，最后那个水桶是空的。所以每天10分钟踮脚，分几次做完都行，凑够了时间，最后必须要站直，脚跟提起来，再轻飘飘地放下去，连做7下。记住了，是像簸箕筛米一样轻轻放下去，绝不是使蛮力去重重的蹬。还有那几种人，骨质疏松，骨头脆了的，跟腱受过伤的，心脏有重病的，有糖尿病脚麻不知道疼的，怀孕的孕妇，还有脚底板筋膜正在发炎的，千万别自己在家瞎做，一定要先问大夫。所有人都要记住一条保命的铁律，只要做的时候，脚底或者迎面骨出现针扎一样的定点尖锐疼，立刻给我停下来，绝不能咬牙硬撑。诸位啊，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上最好的风水，从来不是你家里摆的什么物件，而是你们自己的这一颗心。很多人天天求神拜佛想改命，其实最大的改命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最让人觉得可惜，最让人痛心的是什么？是全天下有多少老人家为了有个好身板，天天在公园里辛苦的踮脚，踮了几个月，大半年，最后摇摇头说不出到底哪儿好，这多冤枉啊！
不是老祖宗的法子没用，是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仅仅只是少做了最后收尾归位的那一下，而那一下背后7颠百病消，在八段锦的规矩里明明白白写了几百年了，只是没人给他们点破。今天你知道了这个大机密，你把老头子我讲的这些话，把这条内容转手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岁数的老伙计、老闺蜜或者家里的长辈，你这轻描淡写的一个分享，可能就让他们这几个月的辛苦不白费，甚至让他们免去了一次用力过猛、伤筋动骨的结束。这就是在积阴德，这就是在给自己修大功德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在这个岁数还能救人一命，护人一安，老天爷怎么可能不佑你？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对你有帮助，听进去了，受用了，请动动你们的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这不光是对我老头子的认可，更是你在给自己结善缘。最后我希望大家听完了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阳气足，百病无，或者写愿家中老小，脚下有火。你们要晓得，文字是有绝对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咱们千万人的善念愿力只要汇聚在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这个正能量磁场，它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儿带着一颗慈悲心写下的一句善言，最后全都会化作无量的福报，真真实实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一家老小的身上。